佛祖保佑，菩萨保佑，让小道这趟重返小镇和气生财，一定要和气生财呀！此行见了陈平安，感觉如何？陆小师叔，就不怕我真杀了陈平安？你杀也好，贫道会拦住；不杀也罢，贫道也不强求。可你偏偏拿不起又放不下，还差点做了最坏的打算，竟想杀了陈平安与之冥婚，真是可笑之极。如此功利手段，真能助你通向山巅？陆小师叔，你到底是何人？这个问题，你该问你那名叫周礼的师叔。他说陆小师叔你，正是齐敬春当初的死结所在。对，也不对。这次谢石跟大李讨要的3人，李希胜且不去说他，马苦玄是我20兄挑中之人，而你贺小良是贫道看中的人选，因为你的道心与贫道当初的修行历程很像，破开迷障，直指本心。罢了，既然贫道想收你为徒，就先送你一份见面礼。这份礼可不小，我从清明天下下来之前，好不容易从师傅那儿得来的一点道。光阴长河就在逆转，拥有此等神通，陆小师叔莫非是？跟在贫道身后，随我逆走光阴长河，我带你见2个人。落魄山竟有此竹楼！老头儿瞅啥呀？我家老爷不待客，你请回吧。不找你家老爷，我找你找茬儿是吧？来，有本事打死我！你打死我就可以从我身上跨过去。想死，对吧？你等一下，你别动啊！崔爷爷，有人来找死！哦，你完了啊！崔爷爷一睡醒就杀人，这动静是马上就醒了。巧了，我也姓崔，名禅，就找你那位2楼的崔爷爷。你崔国师，您请进。现在我可以跨过去。行。大人不计小人过在仙洞里，难传传，悄悄是他宝宝，这怎么能？你怎么这么老了？20岁离家，云游天下，去往中土神州，之后100余年间大起大落。叛出师门后浪荡30余载，才在大理王朝待了这么多年。我不再是那个被锁在阁楼读圣贤书的我，你也不是当年一身书卷气的崔氏家族，我们都不年轻。禅禅，你不该变成这样。我是崔禅，从离家的那一刻起便是如此。至于那个少年皮囊的我，倒是选择了一个跟山有关的新名字——崔东山。还真是山水不分家，山水有重逢啊！那个我不但是少爷模样，还带着幼稚的少年心性，你会喜欢的。这不是我印象中的禅禅。爷爷，你从来都是这样，什么都是我觉得，好像天底下所有人和道理都在围绕着你转。禅禅小时候不会说这样的话，他会说别人的坏话，但最后都会加上一句人家的好，对家里人好，诗词是真的好。够了！陈年旧账，翻来覆去全是灰尘。不愧是当了大理国师，掌握半州走势的大人物。
跟爷爷说话都这么放肆了，不仔细看，都快认不出你来了。人心似水，若是不动，就是死水了。我看得出来，除去你身边的墨家剑客，小镇那边还有2个厉害的人物。怎么，需不需要我做什么？那得看你敢不敢宰掉一位北距泸州的道教天君。哼，有何不敢？想我什么时候动手？不急，人无笑脸莫开店，谢时要赶在此处掀桌，爷爷你大大方方出手便是。出来！这也能听得见？在肚子里骂几句娘都不行啊！申告宗贺小良，真武山马苦玄，小镇李希胜。我倒要看看你们大黎能教出几个。好一个李希胜啊！原来抢了人家那么大一份祖荫机缘。谢时啊谢时，你们道家这般隐瞒，还有脸来谈条件？许大人若是谈崩了，可杀！崔氏莫席供奉，孙书坚拜见大黎国师，拜见老祖宗。我先前懒得理你，可你竟敢跟到这里！崔氏祖宅专门设人盯护老祖，10年一更替，以防有人暗中加害。这10年正是在下。所以你这是跟我讨赏来了？不敢，我孙书坚只愿向老祖学拳。小子，你嫌命长？晚辈自有耳闻老祖盛名，昔年在东保平州，您是那唯一的10境武夫，巅峰之时只凭一双拳头纵横3州之地。即便孙某天赋愚笨，但若能学得老祖拳法1、2，死而无憾。瞧着是野路子出身的6境，我猜你选择自愿贬谪到我身边，烧个闲了100年的冷灶，也是你孙书坚的私心谋划，对不对？确实是我心存侥幸，希冀着借助老祖的青睐，一步登天。哼，忘恩负义的玩意儿！好，那就看你敢不敢接下这一拳了。接下来，八境就是你的囊中之物。要是接不住，就没有第2拳的事情了。敢问老祖，是以几境出拳？倒是个真小人！哼，老夫从不欺负人，以5境赏你1拳，如何？请老祖出拳！呀！这竟是5境的拳头！你这种人，根本不配学我拳法。那你又为何杀他？给楼下那个家伙看。还有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打心里觉得这种隐忍之徒有点当棋子的价值。我会帮你下葬的。若以后知道你的家乡，尽量帮你落叶归根。怎么，你小子是嫌弃老夫滥杀无辜，要为那个死不瞑目的家伙跟老夫讨公道？世上好人千千万，我这般的纯粹武夫屈指可数。你以为登顶之人会分什么好坏善恶？陈平安，你跟老夫是学练拳，还是学做人？只学拳。好，好，好，滚上来挨揍！我们终于见面了。以前在离珠洞天，属你陈平安最可怜，气运单薄。如今没了禁制，就好好接住，死死咬住，哪怕粉身碎骨，也要拼着最后一口气去争取。这些话是替那个老家伙说给你听的。
他从来就不喜欢好好说话，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一副天经地义的德行，挺讨人厌的。如果是我，根本不会来见你。你得感谢齐景春。你知道你这辈子最凶险的时候是哪一次吗？是当年某位算尽天事的好心人送你的那串蓄谋已久的糖葫芦。看到那个卖糖葫芦的汉子了吗？呀，我也要糖葫芦。要什么药啊？我要，听话，我要吃。好。设身处地，你觉得这孩子此刻在想什么，才算人之常情？想着，若是能够吃了糖葫芦，而不用花钱就好了。给你，不收钱。邹子谈天，陆氏说地。那谈天的邹子就是此人，14境大修士，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够抗衡整个阴阳家陆氏，相当了不起的一个怪人。这些都不是关键，接下来的才是。让让。这些陈平恩好像都和现在的他不太一样。想明白什么了吗？唯有守信，方是一日。浮生无量天尊，贺小良，即刻起，你已入贫道陆沉门下，为嫡传弟子第6，可在北距泸州开宗立派。弟子贺小良，拜见师父。世事人心看似复杂，皆有脉络可循。当时如果你接下了那串糖葫芦，万事皆空。不得不承认，洞察人心这一点，我的眼光比杨老头要好，但是比齐敬春要差。世人皆有2根心弦，一善一恶。你从小善恶2条线就很接近，杀人往往只在一念之间。你就没想过，万一你走错了一步，会是什么光景？你从益州道统的玉女，一跃成为道家一教教主的嫡传弟子，无异于鲤鱼跳龙门，山鸡变凤凰了。希望终有一日，弟子贺小良能够与师父同席而坐，坐而论道。哼，你这弟子，连出自自家师父的道法通天都瞧不出，有点难啊。陆沉道法不过尔尔。老爷，老爷，有你的信。君子可欺以其风。好一个不做圣贤，做君子。师父说要见2个人，另一位是……这不就来了？修行路上，你会遇见很多人，但有些人一生见1次就够了。就比如这位，
大黎国师，浩然秀虎。大哥呀，大哥，你如此善待陈平安，就这么想弥补心中的愧疚与亏欠吗？怎么会这么巧？看来今天是福是祸，都躲不过了。陈平安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吧？我叫李宝珍，李希胜的弟弟，李保平的二哥。如果你就然死在这里，会后悔吗？陈平安，我就是一介书生，经不起你一拳。这次你放过我，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如何？你还没回答我。哼，当然会后悔，肠子都得悔青了。在黄州镇，你用一纸告密让朱露杀我，那是我头一次感受到人心如此险恶。人心险恶？你该庆幸朱露那蠢丫头手脚不够利落，否则你哪还能站在这儿和我放狠话？朱露那条白养的狗和那个没用的爹，来京城投奔我，哭得稀里哗啦，我都快心疼死了，差点没一巴掌拍死他。就这么点小事，怎么就办不好呢？害得我被娘娘责罚，差点葬送了官场前途。你说，他是不是害人又害己？我们之间没有过节，你为何一心要置我于死地？哼，知道了又能如何？难不成你还会放我一马？问清楚了，以后面对李大哥和宝平，我才能问心无愧。问心无愧？你和我大哥都想求一个问心无愧，可若不是心中有愧，又怎会扪心自问？陈平安，从一开始，你和我李家就做不成朋友。你当真不知道我大哥从你身上夺走了什么吗？我可以等你们大黎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这算什么？这就是你们大黎的待客之道。大黎待客如何？无需我许若多说什么。小侄以情动之以理，大黎做的不算差。老谢啊，这三人之中究竟藏着什么文章，让你如此昧着良心行事？你什么意思？既然要谈，得摸清底牌，不是？所有在黎珠洞天出生的孩子都会有本命词，本命词品阶对应未来的修行资质，从无遗漏。可这些年来，却唯独少了3个人。徐大人猜猜，是哪3个？陈平安自幼本命词破碎，故没有记录。而大黎皇子宋吉新并非小镇出身，也没有本命词。这最后一个，老谢，这李希胜，你恐怕带不走。大哥对我不错，可我一直不太喜欢他，古板、迂腐。我小时候就发现，母亲对大哥的态度有些奇怪，说不出的生疏与礼敬，不像是母子之间该有的样子。后来，母亲常往别州寄信，但那些信都被父亲悄悄拦下，一封也没有寄出去。我打小就聪明，过目不忘，自然也记下了地址。离开黎珠洞天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往北距泸州一处偏远小国。青蒿国洞仙街住着一户陈姓人家，他家的长子比我稍大几岁，名叫陈宝周。谢氏背后之人是你？不错，贫道可是亲自帮你们请来了宝平州道统玉女贺小良，免得你们大黎与神告宗交恶。还剩下2人，就要看崔国师的诚意了。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你想要的人只有一个。
保州。保州、保真、保平，见到他的一瞬间，仅仅是一眼，我就明白了一切。我大哥李希胜，根本不是我李家人，他姓陈，真名陈希胜。你来是想和我做买卖？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心。自古诗词语句，好像桃李从来相邻。这一首瞒天过海的李代桃僵，我至今不明白是谁的手笔。直到陈氏祖坟生出皆数，而你陈平安，小镇唯一的陈氏，又是个本命词破碎、接不住气运的落魄户。现在你知道，我大哥从你身上夺走了什么吗？王一福，截拳！飞剑！小杂种，离开了离珠洞天，时来运转了呀！杀了他！把你送出小镇，但不用护你周全，这是国师大人的命令。那红烛镇杀不死你，今天我一样可以再试试。你尝尝什么叫煌煌天威，看！怎么不是寻常符箓？这张日夜游神真身符，浩然天下早已失传，精髓就在真身二字，能勾连神奇本尊，召唤神性法相。可惜我道行太浅，仅能唤出一寸，但对付你够了。陈平安，一泥平巷的孤儿，捡来的一条贱命，你真当自己能踩在我李宝珍头上？休！哼！你问我为何要杀你，我回答：杀你不光是娘娘授意，更是为我李家永绝后患。所以你们这趟来，是要我谢石的脑袋？生意嘛，心不成，道理就讲不通，道理讲不通，不得动手啊！哼，真要打起来，大理得先掂量一下后果，扛不扛得起小镇山崩地裂？当真要出手，不曾完整递出一剑，已经假死光阴，为此温养了2、3剑，请天君接剑。隔岸观火多没意思，老谢，我也来帮你添把火。好一个半仙兵！以为吃定我了？哼，在小镇动手，太不把我阮琼的规矩放在眼里了。
手拨，满船清梦压星河，但有也绝无任何悲歌。小童坐静看山色，无闻有长歌，所以站路渔樵也归客。河金山走江河，我知青山江河乐。